2023年1月29日，在祈福市的一家寿司郎门店里，一名高中生舔了桌上的酱油瓶，又舔了自助区没人用过的茶杯，把它放了回去。同行的人把这一切拍下后放到了网上。视频传开后的第二天，寿司郎股价从3105日元暴跌到2870日元，一夜之间市值蒸发约168亿，全日本600多家门店客流全线崩溃。而这些还不是对这家寿司店的真正暴击。舔酱油瓶事件发生的4个月前，这家公司公布的财报已经是惨不忍睹，营业利润从229亿日元腰斩到101亿日元。这家公司看起来是风雨飘摇，但谁也没有想到3年后它竟然交出了创业以来最好的成绩。那么问题来了，他们是怎么爬起来的？这家日本寿司店从创业到今天又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大家好，我是胖猫，咱们今天就来聊聊日本连锁寿司当红品牌寿司郎。1975年，在大阪的阿倍野金，出生在长崎舞岛的清水义雄开了一家寿司店，取名叫雕寿司。这是一家立食寿司店，顾名思义，顾客在店里面是站着吃的，没有餐台。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翻台率。寿司生意本来就是利润微薄的小买卖，蓝领工人、穷学生们进店3下5除2，几口吃完填饱肚子，主打一个方便快捷。说到这里，有同学可能就已经想到了，那你要提高效率，搞回转寿司啊，那个效率是最高的。其实回转不是清水他不想，是不能做。为什么呀？在清水入行前的几十年，日本寿司行业一直有一个老大叫原路寿司，创办人叫白石一明。1958年，他在一次去啤酒厂参观的时候，看见啤酒瓶沿着传送带不停地往前移动，突然灵光一现，发明了回转寿司台这个装置。随后他申请了专利，靠着这项专利，白老板把同行们挡在门外，挡了将近20年。谁要是敢仿冒他的发明做回转寿司，那对不起，法庭上见。一直到1978年左右，专利解禁，日本各地的回转寿司店才开始渐渐地冒了出来。1984年6月，清水义雄在大阪分中市开出了自己第一家回转寿司店，名字叫寿司太郎，这便是寿司郎的前身。在那个年代，回转寿司行业有一个潜规则，为了压缩成本，不少店家会向供应商采购鱼的边角料。寿司在传送带上转来转去，客人其实很难分辨。但清水义雄不认同这套玩法，他的道理很直白，寿司这门生意，你捏的好不好看那是次要的，食材鱼货的品质才是根本。他跳过中间商，直接向上游水产公司拿货，成本虽然上去了，但食材品质握在了自己手里。再说了，整个80年代，日本正处在昭和繁荣的巅峰期，经济火热，消费力旺盛，就算售价贵上那么区几块钱，生意还不是照样做。1988年9月，他的兄弟清水丰在大阪吹田市也开出了一家同名门店寿司太郎。兄弟2人共用同一个品牌，分开各自经营。之后他们开始快速扩张门店，还推出了加盟模式。等到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时候，寿司郎已经拥有了近100家门店。可现在经济危机来了，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经济危机令日本整个消费市场急转直下，清水兄弟这个时候开始意识到这老路子走不通了，需要有所改变。当时日本餐饮界的萨莉亚已经出名了，他们的制胜方法是极致的效率和性价比。我们之前也讲过，把餐饮业当成制造业来干，流程拆解到秒，工时效率做到行业平均水平的1.5倍以上。清水兄弟后来自己说，我们要做寿司界的萨莉亚。于是他们做了2件事，第一个，他们把那些经营难以为继的加盟店批量清退，整体转向直营模式。第二个，着手搭建中央厨房体系。1995年12月，在兵库县宝冢市的宝冢安仓店旁边，他们设立了加工厂，将食材集中加工，再通过冷链统一配送到各个门店。这么一番折腾，他们很快就暴露出了一个新问题。人家萨莉亚做中央厨房，他们的产品是披萨、意大利面，这类食品本身就适合预加工和冷链储存。但寿司不一样，寿司讲究的是新鲜，鱼要现切，醋饭要现烧现调，那才能保住口感。现在这么一来，效率是提高了，但味道却差了很大一截。老顾客们开始慢慢流失，这生意越来越冷清了。到了90年代中期，清水没有办法，他又想出了一招。1996年9月，他们推出了一口价策略，回转带上所有寿司，不管你是海胆、大腹金枪鱼，还是普通玉子烧、薯条、毛豆，通通100日元一盘。你可别小看这一口价策略，它的背后其实是一场数字游戏。
同样是一盘100日元，金枪鱼海胆的原料成本可能就要70，但玉子烧炸物这一类的成本仅仅只要20。这套模式最理想的顾客是谁？不是那种独自来吃饭的成年人，而是带着孩子的家庭客。一般来说，大人会忍不住点上几盘贵的刺身，小孩子就专挑玉子烧小食。高低成本的菜品互相那么一中和，整体食材的毛利率就会被拉回到50%左右，门店才有利润空间。那有同学就要说了，这有什么难的？贵的东西刺身少上一点不就好了？那不行，贵盘是引人来的钩子。你可以把鱼切得薄一点，但不能让客人觉得你这里没有好东西，不然他下次就不来了。所以这门生意本质上就是不停地在菜品之间找平衡，而这个平衡里面最要命的还有一样东西，叫废弃率。举个例子，一盘寿司售价100日元，食材成本50日元，如果废弃率达到12%，也就是说做出100盘，最后只有88盘被顾客拿走，原本5000日元的食材总成本分摊到88盘上面，每盘实际成本就涨到了57日元，直接就吃掉了你7个点的毛利。90年代，日本一大堆100元回转寿司店倒闭，很多就是栽在这个上面的。没有经验的师傅和店长，这个洞他堵不住。到1999年，清水义雄和清水丰两兄弟把原本各自经营的门店合并在一起。接下来到了2002年，为了解决废弃率的问题，找到最佳平衡点，寿司郎在行业内率先推出了全世界第一套回转寿司综合管理系统。原理并不复杂，他们在每一个餐盘底部加装了一个 IC 芯片，依靠芯片的数据，系统就能够搭建数据模型。客人什么时间拿走了哪一款寿司，全部都被记录下来。系统以此作为预判，预测接下来1分钟乃至15分钟店里面的顾客大概率会想吃什么，再把这个指令给到后厨。除此以外，系统还会追踪每一盘寿司在传送带上流转的距离。一盘寿司累计流转达到350米，就会被机器自动回收报废。整套流程全部依靠数据计算驱动。靠着这套系统，寿司郎直接把废弃率压到了1.2%，做到了行业顶尖水平。这才是寿司郎真正极致效率的来源。2003年9月，公司登陆东京证券交易所完成上市。上市仅仅5个月后，清水义雄决定彻底废除中央厨房模式。早年间，他们照搬萨莉亚的模式吃了大亏，如今终于找到了属于回转寿司自己的解法。中央厨房并不等于连锁餐饮扩张的万能标准答案。2006年4月，清水义雄正式卸任石山归史，成为这家公司的第2代社长。可谁也没有想到，第2年春天，寿司郎内乱了。事情是这样的，清水义雄跟他弟弟清水丰两个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哥哥骨子里就是寿司职人，他最在乎的永远是东西好不好吃，至于公司怎么运营、怎么借钱、跟资本市场怎么打交道，这些他并不擅长。反倒是弟弟清水丰这一块一直是他在管。哥哥为了企业扩张，不断的去做融资，弟弟心里面就开始顾虑，这么一轮轮的下来，手里面的股份会被不断的稀释。两个人虽然没有公开爆发过冲突，但圈内人都看得出来，他们两个人一直有矛盾。家族丧失公司的控制权，那是早晚的事。2007年3月，清水丰就跑去找到了善商，也就是牛洞连锁17家的母公司，社长叫小川贤太郎。清水丰把自己手上27.2%的股份通通都卖给了善商。这个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跟他哥哥商量过。清水义雄坐不住了，他找来了私募投资机构优尼森资本。作为白衣骑士，2008年9月，优尼森发起了对寿司郎全部股份的公开收购。收购完成之后，善商手里的股份按照事先谈好的协议拿钱退出。2009年，寿司郎从东证2部退市，变成了一家非上市公司，代价是创始人家族的股份清零，公司不再属于清水兄弟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等于是两个人闹翻之后，大家把手里的股票都抛掉了，不做了。我估计当时两兄弟也没有想到寿司郎能做到今天的火爆程度。2个月后的2009年6月，丰崎贤一正式接任寿司郎第3任社长。早在1984年，19岁的他就进入了门店当学徒，跟着清水义雄从一名切鱼小工一路干到今天。在他的掌舵下，到了2011年，寿司郎在回转寿司行业的营业额登上了全日本第一，此后连续保持。接下来手握行业龙头地位，再加上了资本加持，2011年12月，丰崎贤一在韩国首尔开出了海外的第1家店，但现实很快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先是供应链出了问题，原本计划从日本出口食材，可韩国对日本进口虾等食材征收高达20%的关税，无奈之下，他们只能转向泰国采购，食材新鲜度就无法保证了。顾客普遍反映味道不如日本本土的门店好吃。关键还有一点是选址选错了，日本寿司郎主打郊外带停车场的门店，瞄准家庭客群。但韩国消费者集中在商场闹市，照搬日本模式，郊外店客流惨淡，市中心门店又扛不住高昂租金，这样一来就两头为难了。所以整个出海韩国并不成功。而在这个时候，寿司郎的东家又换了一次。2012年9月，英国私募基金普米资本从优尼森手里接过了寿司郎约80%的股权，这家公司自此落在了外国资本手上。新东家要的东西很明确，把寿司郎重新送回股市。2015年2月，水流浩一接替丰崎贤一成为了新社长。当年他曾介入日本航空的危机重整，出任日航的董事、副社长，那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的履历里没有一行跟寿司有关系，而这恰恰是普米想要的。他们需要一个能把公司送回资本市场、懂管理和运营的人。2017年3月30日，寿司郎在东证一部再度上市。隔年，他决定拓展海外市场。水流的脑子很清楚，去什么韩国嘛，直接去台湾。2018年6月，在台北车站前，寿司郎开出了台湾首店。开店第一天，门口就排起长龙，人均等待时间2-3个小时起，只为吃一盘跟日本一样的寿司。那为什么那么分？一个是品质能保证，日本农水产运到台湾，供应链本身就很成熟；另一个是稀缺性，作为日本头牌连锁寿司来到台湾，话题性直接拉满。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水流浩一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台湾单店的平均月销售额是4000万日元，比日本还高。日本平均单店的销售额是2700万到2800万日元。后来他们还在台湾搞了一个叫爱的回归寻人启事的活动，台湾称之为鲑鱼之乱。规则很简单，你的名字里面有鲑鱼同音1个字打9折，同音2个字打5折，如果名字正好是鲑鱼2个字，整桌免费吃到饱。结果没想到，活动开始2天里，全台湾至少有300个人跑去户政事务所，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鲑鱼，有叫张鲑鱼之梦，有人叫超粗大深海鲑鱼王，像是一场全民搞抽象的活动，很搞笑。媒体大量疯狂报道此事。事后，台湾寿司郎坦言，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的消费者热情响应，甚至有人因此改名。所以，台湾是寿司郎海外市场拓展的关键一步。趁着台湾的成功，寿司郎立刻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大陆。2021年9月，中国大陆的第一家门店在广州开出，本来前景是一片大好，可没想到寿司郎在日本本土却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打击。首先是2021年秋冬的时候，寿司郎搞了几个大促销，像是什么浓厚海胆、豪华蟹肉，用这些高价食材特价引流。但这些东西卖得太快了，实际上备货本来也就不多，更多的是营销噱头。虽然在官网上标着限时限量，售完为止，但大量的消费者到店之后屡屡扑空买不到，根本就不买账，纷纷的选择了投诉，这就引起了消费者厅的注意。2022年6月，消费者厅直接判定寿司郎属于诱饵广告，对其做出处罚。而在同一时期，儿童免单、啤酒半价等活动频频出现缺货，客诉不断，寿司郎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生意是大打折扣。无奈之下，寿司郎的高层只能跑出来自愿减薪谢罪。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为了弥补前期的损失，寿司郎启动了涨价，最低档位从100日元调至120到150日元，这一下又引发了消费者不满。到了2022年9月期财报公布，这是寿司郎创业以来最难看的一份成绩单，营业利润从前一年的229亿日元腰斩到101亿日元，净利润更是暴跌了将近80%，只剩下30亿日元出头。风暴还没有平息，转年1月份又爆发了轰动全日本的舔酱油瓶事件。一名高中生在店内舔舐酱油瓶、茶杯，视频在网络上疯狂传播，这暴露出门店现场管理的漏洞。事件一出寿司郎股价应声大跌，市值直接蒸发168亿日元。事后，寿司郎起诉涉事少年，也接连放出促销手段挽回客流，扩充低价菜品，重启周年100日元寿司活动，一直要搞到当年的7、8月份，这局面才稍稍的缓和。到了2023年9月期，全年营收3017亿日元，营业利润110亿日元，归母公司的净利润是79亿日元，数字总算开始往回走了。此刻，海外市场成了寿司郎为数不多的指望之一。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寿司郎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中国大陆。
2021年9月，寿司郎在广州开出了中国首家店，门店生意异常火爆，开业高峰期同时等位超过了300人，日均到店800人，连品牌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广州消费者接受这个日本回转寿司品牌几乎不需要市场教育，仅仅4个月后，他们就在广州接连开出了3家门店。凭借着社交媒体传播，排队本身也成为了品牌话题的一部分。大家除了讨论口味，还要讨论你今天排队多久才能吃得上。2022年11月29日，寿司郎落地成都，正式进军中国西南。不同于广州本来就成熟的日料消费土壤，成都属于全新的市场，但依旧挡不住消费者排队。2023年6月，寿司郎进驻武汉，当地商务部门直接称它为排队王。截止2023年9月底，中国大陆门店来到了34家，寿司郎全部海外门店当时合计是130家。当年的海外业务销售额是661亿日元，同比大涨了27%。中国大陆虽然只是海外板块中的一部分，但已经成为了增长曲线中非常重要的一块。而当时正如我们前面一小节所说的，日本本土因为酱油瓶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了品牌信誉受损，业绩承压，本土增长也摸到了天花板。中国大陆却刚好处在一个完全相反的阶段，于是寿司郎开始真正加码中国，彻底踩下油门。2024年5月，华北首店落户天津南开大悦城。到了2024年8月，北京西单大悦城首店开业，有顾客下午不到4点就到场，足足排队了6个小时才进店，叫号排到了1600号，甚至出现过等位号被炒到300元的情况。对于一个进入内地才3年的海外餐饮品牌来说，这样的扩张速度十分罕见。到了2025年9月底，大陆门店扩张到63家，日本总部的财报会议上，扩大中国大陆城市覆盖被明确列为海外最重要的战略方向。这个时候你再回头看22年到23年之间，这个时间点就变得非常的耐人寻味。寿司郎在日本遭遇到了最严重的品牌危机，中国大陆市场却恰恰进入了高速扩张期。日本门店还在处理信任问题，客流和利润下滑，中国消费者却在各大城市的商场里排着队，等着三文鱼和赤虾送过来。客观来说，寿司郎能走出危机，不敢说完全归功于大陆市场，因为港台、东南亚、韩国等地同样在贡献增长，但大陆带来的改变肉眼可见。日本本土增长已经见顶，而这里有规模远大于日本的消费群体和大量还没有接触过品牌的年轻用户。2025财年，寿司郎海外整体销售额1314亿日元，同比增长42%，营业利润163亿日元，同比增幅126%。寿司郎能够重新站稳脚跟，中国大陆市场的高速崛起功不可没。回头来看寿司郎这50年，1975年清水一雄在大阪开出那家雕寿司的时候，考虑的是怎么让普通人吃上一份便宜又好的寿司。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他把价格降到了100日元。门店越来越多，用 IT 系统去预测客人下1分钟想吃什么。创始人离开，公司换了老板，资本进来了，日本市场走到了瓶颈，芯片却管不住人，于是有人舔了酱油瓶。他们用了50年反复回答一个问题：怎么让一盘好寿司走得更远？这就是寿司郎的故事。谢谢大家。